嗨，大家好，欢迎来到阿贵的中文学习频道。今天我们来讲一段故事。那我会先从头讲一次这个故事。这是一个简单的故事，比较适合初学者慢慢去聆听这一段中文的小故事。然后后面会解释一些名词、动词。好，那我们就开始吧。故事的主题是森林的奇妙冒险。在一片茂密的大森林里，住着一只圆滚滚又可爱的小黑熊，名叫贝贝。今天是贝贝的生日，森林里的动物朋友们一大早就带着礼物来到树下的大空地，为贝贝举行生日派对。松果蛋糕、果酱饼干和香甜的莓果汁摆满了树干做的大长桌，大家唱着生日歌，跳着圆圈舞，气氛热闹快乐。虽然收到好多礼物，但贝贝心里最想要的是能够和朋友一起森林深处的探险。听说那里有彩虹瀑布，还有会唱歌的神奇石头。小兔子跳跳神秘的说着，耳朵兴奋的竖起来。耳朵，大家听了都睁大了眼睛，纷纷点头，决定明天一大早出发，展开一场真正的冒险之旅。第二天一大早，阳光透过树梢洒在湿润的草地上。贝贝、小兔子跳跳、小松鼠丽丽和小狐狸乐乐背上他们的小背包，里面带着干果、蜂蜜水和一张手绘的森林地图，出发了。大家兴奋喊着，一边唱着歌，一边走进茂密的森林里。林间飘着花香，鸟鸣声，阳光像金线一样在他们脚下跳跃着。走着走着，他们来到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河。小河边，河水哗啦哗啦流着，却没有桥可以通过。正当大家都一筹莫展的时候，没有想出任何办法。突然，小肚子灵机一动，找来树枝跟石头，搭成一座摇摇晃晃的小桥。慢慢走，别踩滑了。跳跳小心翼翼地提醒大家，一个接一个的过了河，对跳跳的聪明才智赞不绝口。过了河，贝贝突然停下脚步，低头指着地上说：“你们看那是什么？”地上有一串巨大的脚印，弯弯曲曲延伸到森林的深处。脚印不像任何一种他们见过的动物，像是什么神秘的生物留下来的。会不会是森林守护神留下来的？莉莉有点紧张地说。大家既紧张又好奇，最后还是决定跟着脚印走。他们一路追踪着，穿过茂密的森林，来到一片五彩缤纷的花海中。花海中央有一块大石头，上面刻着一段诗：勇敢的心才能找到彩虹的尽头。那大家站在诗句前，感受一股神秘的力量。互相点点头，决定继续前行。随着太阳西下，森林渐渐昏暗起来，小路开始分叉。大家发现，他们不知道该往哪里走。好像我们迷路了。莉莉声音有点发抖、发颤。别担心，我们一定可以找到回去的路。贝贝拍拍莉莉的肩膀，温柔地安慰大家。这时，小狐狸乐乐灵巧爬上一棵高树，四处张望，说：“那边有一道微弱的光。”大家就立刻朝着光亮来去。终于在一座山脚下，发现了一个温暖的小山洞。山洞里住着一只毛发灰白、眼神慈祥的老猫。老猫
招呼大家坐下，端来一碗热腾腾的牛奶，还教他们如何用星星跟苔藓辨别方向。隔天一大早，太阳刚刚升起，老猫用爪子在地上画了一条小路，沿着这条路穿过风之谷，就能看到彩虹瀑布了。大家依照老猫的指引，穿越山谷，走过竹林。突然，一道芒眼的光芒从前方透出，他们到了。彩虹瀑布宛如天上的彩带倾泻而下，水珠在阳光下闪闪的发光，像是一场梦境。瀑布下方的石头真的会发出美妙的音乐声，像在轻轻的唱歌着。小动物们水边又唱又跳，开心的飞起来。贝贝望着瀑布，悄悄许下新的愿望，希望我们永远都是好朋友，一起冒险，一起成长。玩累了，大家带着从瀑布边捡来的彩色石头，依依不舍，踏上回家的路。回到熟悉的大森林，每个人都感到无比的温暖。他们将冒险中学到的本领和故事分享给其他的动物，让整个森林都沸腾起来。从此之后，贝贝与朋友们变得更加勇敢，更加团结，也更加珍惜彼此之间的友谊。好，这就是这一小段大概5到6分钟的小故事。那里面的单字算是初阶在高阶一些的初中阶之间的一个单字。好，那我们来看看，我又把单字用黄色的标起来。那有一些呢，我还是会解释。茂密的大森林就像亚马逊森林一样 ，Amazon 像亚马逊大森林一样，非常茂盛的树林。那住着一只圆滚滚又可爱的小黑熊。圆滚滚圆圆的、胖胖的、滚滚的圆滚滚，很像什么？很像水桶水桶。小黑熊像水桶，又可爱形容词加又怎么样的什么就是2种形容词并在一起，圆滚滚，有个圆滚滚的可爱的，就圆滚滚又可爱的小黑熊。好，那我们来看看，一大早，他这些森林的朋友带着礼物gift 带着 birthday gift 礼物来到树下的大空地树下有一个很大的空地平常他们聚会的地方。然后大家唱着生日歌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然后跳着圆圈舞就是跳着舞。那这个舞呢，就是转圈圈气氛非常热闹。OK， 然后这边有讲到贝贝心里面最想要的心里就是他的他的脑子中呢我们说心里就是他脑子中最希望的、最想要的、最盼望的，就是能够跟一堆朋友去森林深处冒险。为什么要跟一堆朋友因为森林深处不知道长怎么样，黑漆漆的所以呢，希望有一堆朋友跟他去，这样子壮胆那听说那里的森林瀑布都会唱歌，森林的瀑布是彩虹的彩虹色的彩虹瀑布还会唱歌的神奇石头所以小兔子跳跳神秘的这个神秘的就在形容说这个话。那我们要形容这个动词呢，是放在前面的，神秘的说着那英文是把
这个形容动作的放在后面啊。那中文是神秘的啊，这是形容动作的放在前面啊。耳朵兴奋的竖起来啊，竖起来就这样哈啊，竖起来可以说那个国旗啊，把旗杆竖起来啊，就是把它erect 啊，竖起来啊，就竖起来。那大家听了都张大眼睛，那纷纷点头，那决定明天一大早一起出发，展开一场真正的冒险之旅。那第二天早上，阳光透过树梢洒在湿润的草地上啊。那这个湿润的怎么样的草地？是湿润的草地，树梢湿润的草地。小兔子跳跳，小森林丽丽啊，拿一张手绘的森林地图。啊，我们再看到这边讲的走着走着啊，走着走着，清澈见底啊。所谓的清澈见底，就是河啊非常干净，一看啊可以看到河的底部啊，就是河非常干净的时候，可以看到河的底部。河床啊，我们说河床，还有鱼在上面跑。那河水哗啦哗啦，哗啦哗啦是一个状声词，就是那个河水潺潺流水啊，怎么讲？就是水在流啊，它会哗那种声音啊，就是河水哗啦哗啦啊。但是其实哗啦哗啦有另外一方面，就是水流还蛮多的。啊，所以也没有办法一下就走过去，啊，所以没有桥可以通过。那正大家一筹莫展，所谓的一筹莫展呢，就是没有任何方法的时候，这时候小兔子灵机一动，所以灵机一动呢，就是突然想到，灵机一动，就是突然想到一个方法啊，叫 enlightenment 啊，突然想到。小心翼翼就是非常小心的，非常 carefully 啊，非常 carefully 啊，小心翼翼，一个接一个，就是一个人接一个人，一个动物接一个动物，慢慢的啊，很像火车一样，一个接一个啊，火车一个接一个经过啊，赞不绝口，就是一直称赞，停不了，哇，跳跳你太厉害，你太聪明，你怎么会想到这个方式啊？哦 ，OK， 好。这是童话故事，就正常人都会想到哈。OK， 好，那我们再看下面是讲看到巨大脚印的这个部分。那莉莉有点紧张的说，现在就出现了动词前面有一个形容词啊，形容词紧张的，很紧张的说啊，所以大家既紧张。又出现这个既紧张又好奇，这是中文常来讲，既怎么样？既兴奋又好奇，既兴奋又怕受伤害啊！最后还是最后 finally 啊，还是就是说不管怎么样，不论怎么样no matter how 决定跟着脚印走一路追踪着。然后来到了五彩缤纷的花海中。好，那这边看黄色字有一个神秘的力量这是一个形容词，很神秘的的力量mysterious 点头就是点头，互相点头，就是你看着互相，就是你看着我，看着你，点头，人家很同意这个做法。好，继续前进。好。最后一段路开始分叉，不知道该往哪里走路开始就是说这条路径本来是很直直，突然开始分叉开始，然后就不知道说要走往左边还是走右边。那这时候呢，看到这边不知道该该怎么样，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这个 project 啊，这个专案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该怎么做啊？这个就很强调该往哪里走，该怎么做啊？那别担心，我们一定可以找到，我们一定一定 definitely 啊，我们一定可以怎么样？我们一定可以完成啊。好，后面最后来到老猫，老猫端来一碗热乎乎牛奶啊，端来就是拿过来啊，拿过来 serve 啊，他 serve 一碗，然后苔藓呢，这个就是它算植物一种很原始的植物短短的，然后踩在上面呢软软的，但要小心，因为苔藓都在很滑的地方，像石头上面有苔藓。在上面滑倒。好，台湾很多山有些山呢，它很深山，里面很漂亮，但苔藓很多，所以鞋子一定要穿登山专用防滑的。OK，好，我们来看这边有一个又怎么样又怎么样哈，这两个动词又唱又跳啊，开心的又唱又跳，然后捡着石头依依不舍啊。好，那这大概我们把这个文章解释一下重点的一些单字，但还有很多单字啊，大家可以重复的去听，好，然后去学习中间的单字。那等一下我会再把单字变成一个单字表，那大家可以学着看着这些单字，然后想象这个故事，去讲这个故事的摘要。好，这也是一个练中文的方式。好，谢谢各位，拜拜。圆滚滚又可爱的小黑熊，圆滚滚又可爱的小黑熊，圆滚滚又可爱的小黑熊，带着礼物来到树下，带着礼物来到树下，带着礼物来到树下，唱着生日歌，唱着生日歌，唱着生日歌，清澈见底的小河，清澈见底的小河，清澈见底的小河，河水哗啦啦地流着，河水哗啦啦地流着，河水哗啦啦地流着。一筹莫展，一筹莫展，一筹莫展。灵机一动，灵机一动，灵机一动。小心翼翼的提醒，小心翼翼的提醒，小心翼翼的提醒。一个接一个的过了河，一个接一个的过了河，一个接一个的过了河。赞不绝口，赞不绝口，赞不绝口。互相点点头，互相点点头，互相点点头。端来一碗，端来一碗，端来一碗。